兔子急了真的会咬人吗？你知道被兔子咬上一口究竟有多可怕吗？兔子这种动物在我们的印象里大多数都是可爱的，很多人都会将它们当作宠物饲养。然而让人意外的是，兔子竟然有能力咬断人类的手指。听上去可能很不可思议，但这是事实。兔子的咬合力虽然不高，但是它们长有非常锋利的大门牙，锋利程度其实一点都不次于狮子与老虎这些大型猛兽。在吃草的时候，兔子的上下两排牙齿会来回切割摩擦，就犹如两把菜刀在切草一样，非常锋利。一旦它们受到惊吓或者患上疾病、身体不适时，就很有可能会出现咬人的行为。在世界各地，兔子咬伤儿童手指的事件发生过很多次，所以对于儿童来说，兔子也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当然，这也要取决于什么样的兔子。兔子的种类分为很多种，今天这期视频，黑兔给各位领导找出来世界上最奇特的8种兔子，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可爱的物种。大家好，我是黑土。春节即将到来，黑土在这里提前祝各位领导在新的一年里财源滚滚，万事大吉，身体健康，大吉大利。如果您喜欢这类视频，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好，第8个，世界上最大的兔子——巨型花米兔。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兔子品种，它原产于比利时的法兰德斯。这个家伙的体重最重可达20斤以上，体长最长可达 1.3 米。凭借着巨大的体型，为自身带来了极高的回头率。也正是因此，在当地很多商店的老板都会将这种巨型兔子当作招财猫饲养。之所以会有这种说法，主要原因就是将这种巨型兔子饲养在自己的商店门口，很容易的就可以吸引到路人的目光，从而间接性的可以为自己的商店带来一定的客流量。不过，想要饲养这样一只大兔子，花费开销会非常大。巨型花米兔体型大，吃的自然也就多。据说这个家伙一年就能吃掉4000多根胡萝卜，每天单是吃喝就需要花费约10英镑左右，折合成人民币约为80多块。一年下来，但是这个家伙的开销就高达2万多元，而且每次吃饱后，他们就会睡觉，活动量并不大。可能也正是因此，才使得他们能够拥有如此巨大的体型。这种兔子性格温顺，在当地很多人都会将它们当作家庭宠物饲养。第7个，世界上最小的兔子——荷兰侏儒兔。它是世界上现存体积最小的一种宠物兔，即便是成年后，它们的体重也仅为1000克左右。成年人一只手就可以将它握在手里。这种兔子的耳朵很短，没有耳垂，两只耳朵竖立在头顶上，非常可爱。但就是看上去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家伙，在早期培育的时候，却是一个携带攻击性的物种。没错，它们会咬人。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前期荷兰侏儒兔的育种者在培育这种小型兔子的时候，选用了野生的兔子，导致早期培育出来的兔子行为方式更接近于野兔，而不是家兔。后来经过几代人的选育，如今这个兔子的性情已经成为了一种温顺友善的宠物兔。对比上面的巨型花米兔，饲养这样一只侏儒兔要省心得多。这种小兔子不仅食量不大，而且它们对生活空间的需求也较小。更优秀的是，它们天生就携带一种爱干净的本能。这个小家伙在排便的时候，通常都会选择同一个地方，而且智力也比大多数的兔子高得多。第6个，腿最长的兔子——北极兔。当它们坐在地上时，看上去圆丢丢的一团非常可爱，但一旦它们站起来，你就会发现大长腿有时候也会拉低自身的颜值。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是千奇百怪，非常可爱。北极兔是生活在地球最北部的一种兔子，它们的体型很大，成年的北极兔不算尾巴，体长就可以达到70厘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10斤以上。它们的大小与一些狐狸接近。北极兔的皮毛很厚，但是它体内的脂肪就占身体的近20%。厚厚的皮毛可以帮助它们抵御寒冷，并保存热量。由于冬季的北极地区环境恶劣，食物资源稀缺，在这期间，它们只能靠吃一些木本植物与苔藓第一生存。等到温度回升的时候，它们才能吃到一些浆果、树叶。再有就是北极兔的皮毛颜色是会跟随季节变化的。它们与其他具备伪装的动物一样，到了春天，它们的皮毛颜色就会从白色逐渐变成蓝灰色，到了夏天则会变成灰褐色。这种特征可以帮助北极兔更好的伪装自己，以此去躲避天敌的捕杀。再有就是它的长腿，虽然微微拉低了北极兔的整体颜值，但另一方面也为它带来了每小时高达60公里的奔跑速度。好，第5个，毛最长的兔子——安哥拉兔。安哥拉兔也被称为长毛兔，这种兔子的毛发非常发达。如果第一次见到它，很多人都会误以为这是一种毛绒玩具。它们的毛发长度最长可以长到36.5厘米长，看上去非常巨大，但实际上这个家伙的体重仅为5斤左右。巨大的体型都是靠蓬松的毛发彰显出来的，实际上它们的体型并不大。这种兔子起源于土耳其的首都安哥拉，自1723年由英国海员将其带到法国后，安哥拉兔就被传到了全世界的很多地方。现如今，安哥拉兔共分为法国安哥拉兔、英国安哥拉兔、德国安哥拉
拉兔和巨型安哥拉兔等等多种不同地域的品种，其中毛发最长的品种就是英国安哥拉兔，它们的毛色也不仅仅只有白色，除了白色，还有黑色、灰色和深褐色等等多种颜色。这种兔子由于其厚长的毛发，导致它的身体非常不耐热，而且定期还要为它修剪毛发，因为一旦毛发过长，一些脱落的毛发就可能会在它们进食的时候顺着它的嘴巴吃下去，然而它们的消化系统无法将这些毛发顺利的排出，就会造成致命的消化道阻塞，情况严重就会导致死亡。因此每过90到120天就需要为它修剪一次毛发，以防消化道阻塞。第4个，耳朵最长的兔子，英国垂耳兔。这是一种拥有所有兔子中最长耳朵的品种。这种兔子的耳朵长度最长可达75厘米以上，它们的体型较大，成年体重通常都可以达到10斤以上。英系垂耳兔虽然看上去比较呆，但实际上它们非常活泼好动，而且性格也非常温顺。英系垂耳兔只是众多垂耳兔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的耳朵是所有垂耳兔中最长的。在欧洲，除了这种大型垂耳兔，还有很多种小型的垂耳兔。这类的兔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胆子非常小。它们一旦听到一些突发的声响，就会表现出惊场现象，也就是特别容易受到惊吓。一旦受惊，垂耳兔的精神就会高度紧张，从而引发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如果惊吓过度，很有可能会暴毙而亡。因此，它们需要一个相对安静舒适的环境，才能健康成长。这种兔子的汗腺不发达，因此它们非常怕热，本身就长有非常浓密的毛发。一旦温度过高，它们不能通过出汗的形式去调节体温，只能趴在地上，利用地面传导以及加快呼吸的次数去散发体内的热量。如果想要养一只垂耳兔当宠物，一定要提前了解它们的生活习性，以免对这种可爱的兔子造成意外伤害。第3个，速度最快的兔子，欧洲野兔。这是一种原产于伊比利亚半岛的野兔，虽然名叫欧洲野兔，但它们的分布范围已经遍布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这种兔子的体型较大，它的体长可达70厘米，体重可达10斤以上。欧洲野兔主要都生活在一些开阔的田野中，在野外，它们经常会遭到其他大型食肉动物的捕杀。面对那些大型捕食者，为了保命，欧洲野兔只能选择拼命奔跑，因为除了逃命，它们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办法去对付那些大型捕食者。也正是因此，使得欧洲野兔练就了一身非常强悍的逃跑方式。在奔跑时，它们的最高速度可达每小时72公里，而且它们还能在高速奔跑时快速的躲避和改变方向。如果有需要，它们也能够潜入水中，通过游泳去逃避捕食者的猎杀。逃跑手段那是相当强悍，像一些奔跑速度较慢的食肉动物，想要吃上一口欧洲野兔肉那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在野外通常只有一些大型猛禽和一些速度较快的猫科动物能够将其猎杀。如果在一些比较开阔的草地上，绝大多数动物是根本跑不过它的。第2个，最不像兔子的兔子，鼠兔。这个小家伙长相非常可爱，外观看上去非常像鼠类，但它们的行为方式却又很接近兔子。实际上，这个物种既不是兔科动物，也不是鼠科动物，它们是兔形目的鼠兔科动物，与兔子比较接近。鼠兔是一种小型哺乳动物，它们原产于亚洲和北美的寒冷气候，在全世界共有30多种不同的种类，但是生活在我们国家的就有高达24种，其中有10种是我们国家独有的物种。它们的整体体型都很小，鼠兔的四肢短小，体长仅为10到30厘米，体重仅为半斤左右。这种鼠兔栖息于各种草原、森林以及多岩石的山坡上，在野外它们主要以各种植物为食。再有就是这个小家伙对于温度有极高的要求，鼠兔只适合生存在较为寒冷的地区，它们只能生活在温度低于25.5度的环境下。如果高于这个温度，它们就有可能因不适导致死亡。相反，如果在寒冷的环境下，即便是温度低至零下20度，它们也能在野外正常活动，并且不会被冻死。这个家伙常年昼夜出动，从不冬眠，即便是到了寒冬腊月，它们照样会出门觅食，抗寒能力极强。第1个，最稀有的兔子，苏门答腊兔。这种兔子的外貌并没有太突出，但它却是世界上最罕见的一种兔子。毫不夸张地说，它们比大熊猫还要稀有得多。因为半个世纪以来，人类对苏门答腊兔仅有3次目击记录。由于比较罕见，因此人们对它的信息知之甚少，只知道这种兔子仅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从发现的标本中观察到，它们的体长约在40厘米左右，体重可达3斤。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皮毛上有黑色或深棕色的条纹。它们主要都生活在山地丛林地区。其实，在上个世纪，苏门答腊兔的踪迹还有很多，只不过当地的居民并没有对这种野兔产生多大的兴趣，因此也就忽略了这种兔子的存在，甚至压根就没意识到这种兔子的存在。直至今日，苏门答腊兔变稀缺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有可能是人类栖息地扩张所导致的，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总之，对于人类来说，苏门答腊兔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物种。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最后再次祝愿各位领导在新的一年里突飞猛进，财源滚滚，身体健康，大吉大利。谢谢。你知道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是谁吗？你见过比狮子跟老虎还要大的猫科动物吗？一提起大型猫科动物，首先浮现在我们脑海中的肯定是狮子与老虎这种大型野兽。
确实，它们的确很大，但在欣赏它们的同时，很多人都忽略掉了比狮子和老虎一样凶猛且可怕的其他大型猫科动物。你知道吗？在地球上共生活着有38种不同种类的猫科动物，无论是其中的哪一种，都具备非常凶猛且残忍的性格。它们之间的大多数都在不同程度上能够威胁到我们人类的生命，只不过出于体型大小不同，从而限制了它们的知名度与可怕程度。今天这期视频，黑兔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体型最大的10种猫科动物，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这些凶猛的大猫。大家好，我是黑兔，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兔个霸气鼓励，谢谢。第10个，云豹。在了解云豹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猫科动物的下属分类。地球上所有的猫科动物共分为2个亚科，一个是猫亚科，另一个则是豹亚科。通常猫亚科的动物体型较小，多数都为小型猫类，像我们常见的家猫，多数都属于猫亚科。而豹亚科的猫科动物体型通常都偏大，比如老虎与狮子这种大型野兽都属于豹亚科。而云豹这个物种就是豹亚科中体型最小的成员，它的体长最大也就在1.1米左右，体重可达70斤以上，大小与一些中型犬差不多，但是它们要比犬类可怕得多，特别是牙齿。如果按照牙齿与头骨的比例来看，那么云豹的上犬齿在所有猫科动物中位列第1位，它的上犬齿的长度可达4.5厘米，非常尖锐且锋利，附加上头骨，整体看上去与史前的剑齿虎有些相似。这种牙齿构造可以帮助它们捕食比自己体型更大的猎物。长长的犬齿和杀伤力极大的咬合深度，能够在短时间内对猎物造成致命一击。云豹主要都分布于亚洲的东南部，在我们国家的南方地区也有分布。在野外，它们主要靠捕食一些有蹄类和灵长类动物为食，有时候也会闯到人类的活动区域捕杀家畜。再有就是它们其实是一种非常擅长竖起的猫科动物，粗壮的尾巴可以保持云豹的平衡力，因此它们可以很灵活地在树上活动，包括捕食猎物。第9个，欧亚猞猁。这是一种生活在欧亚大陆的一种中型野兽，它们生活在一些较为寒冷的地区。欧亚猞猁是所有猞猁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的体长最长可达1.3米，体重最大可达70斤。这个家伙的性情与它的外表一样，非常狡猾且凶猛。你知道吗？欧亚猞猁的体重虽然连100斤都不到，但是它们却可以独自猎杀体重超过300斤的猎物，像一些狍子、马鹿，甚至是驼鹿，都是欧亚猞猁的猎杀对象。由于生活在气温较低的地区，它们体内的能量消耗相对较高，因此它们每天必须要吃下足够的食物来为身体补充能量。一只成年的欧亚猞猁1天之内就需要吃掉大约4斤左右的肉。它们非常聪明，每次当捕杀的猎物较大吃不完时，它们会将剩下的食物埋在雪下进行冷藏，等饿了再回头去吃。虽然这家伙无论从智力还是凶猛程度都非常拔尖，但是在野外仍有很多大型捕食者是它们的天敌，像一些老虎、雪豹以及狼群都是猞猁的天敌。特别是狼群，欧亚猞猁的栖息地与狼高度重合，在野外两者碰面的机会会非常多。由于两者的食谱都差不多，所以它们经常会为了争夺领地食物资源而互相伤害。在猞猁与狼的对抗中，绝大多数都是狼群占优势，而猞猁为了报仇，只能等狼群不在的时候，偷偷的去猎杀狼的幼崽，以此去削弱狼的种群数量。而狼群也是因为这一点，对猞猁也是恨到了极点。所以在野外，狼群一旦遇到猞猁，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将其杀死，主要目的也是为自己的幼崽清除隐患。第8个，雪豹。丛林中有丛林之王，草原上有草原之王，而雪豹则是雪山之王。雪豹主要都分布于我们国家的青藏高原以及天山山脉附近的一些高山地区。雪豹的体型中等，它的体长最长可达1.2米以上，体重可达100斤以上。它的身上长有黑白色的斑点，这种皮毛颜色在高原地区是一种绝佳的保护色。当雪豹出现在一些岩石地区时，它的皮毛颜色与周围的环境能够很好的融汇在一起，让人很难发现。它们经常会利用周围的环境潜伏在一些岩石上，等待猎物的出现。在这里，它们的主要猎物就是岩羊，因为在高原地区动物种群稀缺，并没有很多种类的猎物可供雪豹选择，而这种生活在高原地区的岩羊就是雪豹最佳的猎杀对象。但是想要成功猎杀一头岩羊，往往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岩羊这种动物作为一种食草动物，为了避免被其他大型掠食者捕杀，它们经常会选择将自己的栖息地安置在一些海拔1000到5500米高的、距离悬崖较近的地方。然而雪豹想要成功猎杀一头岩羊，就需要到这些危险的地方进行捕猎。在这种环境下，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失足摔落悬崖。但即便是这样，雪豹也不得不冒险一试。再尤其是雪豹这个物种的大多数只适合生活在高海拔地区，因为它们对低海拔地区的病菌和湿热的天气抵抗力很低，一旦进入低海拔地区就会患有各种疾病，因此野生的雪豹只能生活在食物稀少的高原地区。第7个，猎豹。猎豹在体型上并没有太突出，但是在速度上，猎豹可谓达到了极致。
我们都知道，猎豹是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它们能够在短短的3秒内就能达到每小时110公里以上的速度。要知道，这种速度至今为止仍是绝大多数的汽车都望尘莫及的。体型最大的猎豹是北非亚种，它的体长最长可达1.5米，体重可达140斤以上。猎豹的整体体型看上去都非常轻盈，细长的腿部和长长的尾巴都在一定程度上为猎豹的奔跑速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也正是因此，使得猎豹的各项身体结构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猎豹的战斗力。比如它的爪子，猎豹的爪子又短又钝，而且不能收缩。这一点虽然可以帮助它在奔跑的时候能够更牢固地扣住地面，但同时也会失去像其他猫科动物一样锋利的攻击性。而且它们的牙齿相比其他大型猫科动物也较小，因此猎豹在捕杀猎物的时候，只能够通过撕咬喉咙的方式让猎物窒息而死。如果一次性没有咬到猎物的喉咙，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只能放弃继续猎杀，因为猎豹每一次高速奔跑仅能持续短短几分钟就需要进行休息，不然就会因为身体过热而产生虚脱的情况。第6个，花豹。花豹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金钱豹，你知道吗？花豹的体型差异非常大，同样是成年花豹，但是它们的体重从200斤到60多斤不等。不同地区的花豹体型差异都有所不同。花豹共有9个亚种，其中体型最大的一个亚种是波斯豹。这种豹子的体长最长可达2.4米，体重超过了200斤。但由于栖息地环境的改变，使得这个亚种的数量急速下降。如今在野外几乎已经很难发现它们的踪迹了。现如今分布最广的就是非洲豹。非洲豹的体长可达1.5米以上，体重可达180斤以上。它们的分布范围非常广泛，在非洲的许多地区，甚至撒哈拉沙漠中都有可能出现它们的身影。再有就是花豹最突出的一项特征就是力量，你知道吗？这个家伙在抓到猎物后，可以用嘴叼着一个比自身体重还要重1半的猎物抓到树上挂起来，力量大得惊人。这样做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储存食物，将吃不完的猎物挂到树上，既不容易腐烂，也能以防被其他的动物吃掉，非常聪明。好，第5个，美洲狮。这是一种原产于美洲的大型猫科动物，它是猫亚科中体型最大的成员。注意，是猫亚科中最大的成员，并不是猫科动物中最大的。它们的体型大小与花豹差不多。美洲狮的体长最长可达1.5米以上，体重可达200斤以上。它们与花豹一样，栖息地不同，它们的体型大小也会有所差异。美洲狮通常都生活在一些森林、草原以及半沙漠等多种气候和自然环境中。它们非常善于攀爬与跳跃，尤其是跳跃能力。这个家伙向前轻松一跃就可达8到9米远，还能从10几米高的树上或者悬崖上直接跳到地面。在地面上，它们也可以跳到3米以上的高度。这种绝佳的跳跃能力可以帮助美洲狮更快速地捕获到附近的猎物。只要距离不超过20米，它们只需跳跃2次就可以到达猎物面前。与大多数野生猫科动物一样，美洲狮也是一种非常凶猛的野兽。在野外，它们的主要食物多数都是以各种有蹄类动物为食。与其他大型猫科动物不同的是，美洲狮对于人类来说相对还是比较温顺的。一般情况下，它们并不会主动袭击人类。在一些允许饲养美洲狮的地方，有些人甚至会将美洲狮当作宠物饲养。等长大后，它们也能够和猫狗和平相处。不过，它们与猫狗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毕竟，这个家伙是一种具备很强的攻击性和杀伤力的野兽，对于人类来说仍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第4个，美洲豹。这是一种让杀人不眨眼的鳄鱼都闻风丧胆的大型野兽。由于其皮毛颜色像豹子，但是整个身体的形态又更像老虎，因此它也被称为美洲虎。美洲豹是地球上现存的体型第3大猫科动物，它的体长可达1.8米，体重可达300斤以上。这个物种主要都分布于中美洲和南美洲，危机四伏的亚马逊流域就是美洲豹最喜欢的栖息地。在这里，除了人类，它们处于食物链的最顶端。生活在这里的巨骨舌鱼、黑凯门鳄，甚至巨型森蚺这些大型掠食者都有可能沦为美洲豹的猎物。它之所以能这么强悍，主要也是出自它们自身特殊的身体构造。美洲豹是一种进化的非常成功的物种，它们不仅可以像老虎那样下水游泳，也可以像豹子那样灵敏的爬树。更致命的是，它们拥有所有猫科动物里最强的咬合力。你知道吗？美洲豹的咬合力高达半吨，这使得它们可以轻易的就能够刺穿一些动物的头骨以及脊椎。像一些海龟和乌龟的壳子，美洲虎都有能力将其刺穿。在捕杀鳄鱼的时候，美洲虎则会直接选择鳄鱼的头盖骨进行攻击，一口下去就可以刺穿鳄鱼的头骨，对大脑实现致命一击。也正是出于自身强大的咬合力，使得美洲豹在捕杀猎物时很少会像其他的猫科动物选择喉咙处进行攻击，因为它们基本上不需要那么麻烦的步骤，直接跃而起爬到猎物的背部，选择头部进行爆头即可。这样的捕猎方式对于美洲豹捕杀的猎物来说，痛苦也会相对减少，战斗力那家伙是相当强悍的。第3个，狮子。
我们多数人对狮子这种猛兽并不陌生。那么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狮子究竟有多大呢？你知道吗？在全世界，狮子其实共分为8种不同的亚种，亚种不同，体型也会不同。现存体型最大的狮子亚种是北非的巴巴里狮，也叫北非狮。这种狮子的体长可达2.5米，体重最重接近500斤。如果算上尾巴的长度，那么它的长度足足有3.5米长。只不过这个亚种由于受到人类的打压和捕杀，早在1925年就被认为在野外灭绝了。但后来人们又在世界各地的一些马戏团和动物园中陆陆续续地发现了很多血统不纯的巴巴里狮，因此人们还不能够完全确定这种狮子是否真的全部灭绝了。除了巴巴里狮，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狮子体型都很大。要知道，狮子是世界上现存平均体重最大的猫科动物，野生的雄性非洲狮的平均体重都在480斤，体长从2.4米到3.3米不等。至于它们的战斗力与凶猛程度，黑土就不过多的描述了。总之，在所有的大型猫科动物里，狮子是唯一的一种群居的大型食肉野兽，最多的时候它们可以多达30多头在一起活动，战斗力那家伙可想而知。第二个，西伯利亚虎。西伯利亚虎也就是生活在我们国家的东北虎，如果不包含其他杂交的猫科动物，那么东北虎就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一头成年的东北虎的体长最长可达2.9米，它的体重最重可达600斤以上。东北虎的大体型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体重，由于其生活在寒冷的北方地区，使得东北虎的皮毛通常要比其他温带地区的老虎皮毛更厚。本来体型就很大，外加上厚厚的皮毛，会使得东北虎的体型显得更大。再有就是多数人在观看老虎的时候，多数都是远距离观看，实际上走近后你会发现，东北虎4脚站立的时候，它的头部就可以达到我们的胸口处。如果后脚站立起来，它们的高度最高可达3米。凭借着巨大的体型与凶猛好斗的性情，使得东北虎在自然界几乎可以横着走。即便是体型比自己还要大的乌苏里棕熊，东北虎也可以凭借自身强悍的狩猎技巧将其猎杀，相当威猛。第一个，狮虎兽。狮虎兽是雄性狮子与雌性老虎所交配产下的后代，由于其不具备完整的繁殖能力，因此狮虎兽还并不能算得上是一个新的物种。不过这并不影响它是猫科动物的事实。狮虎兽是现存所有猫科动物中体型最大的，它们的脸部相貌与狮子相似，身上也遗传了老虎的虎纹。狮虎兽由于是杂交而成，所以体内缺少了控制生长的基因，因此这个家伙从出生开始，身体就会不断的生长，直到它的身体承受不住为止。它们的体重可达800斤以上，体长可达3.6米，比世界上最大的狮子和老虎的体型都要大。不过由于基因问题，导致这个大家伙空有一个巨大的体格，整个身体缺乏很多猫科动物必备的协调性与灵活性。如果将它们放到野外，狮虎兽是没有能力靠自己生存下去的，因此它们必须要人类圈养。不仅如此，这个大家伙不仅成活率极低，它们的免疫力也很低，非常容易得病。如果不受人类照顾，在自然界几乎无法生存。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你见过头断了照样能长出来的动物吗？你以为不死之身真的不存在吗？你知道吗？在我们生存的地球上，有这样一类动物，它们的身体或者器官在受到损伤或者残缺时，可以借助自身特殊的细胞组织进行重建。这里的重建并不是指普通的伤口愈合，而是重新长出新的肢体或者器官，有些甚至是头部断掉，仍可以长出新的头颅。最强悍的一个，即便是身体被剁碎，照样可以恢复成最初的形态。其中有一些可能真正做到了不老不死、不生不灭的状态。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再生能力超强的9种动物，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神奇的物种。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位列第9位的就是非洲刺毛鼠。这是一种生活在非洲和亚洲西南部岩石和沙质地区的一种刺鼠。刺鼠的种类多达10几种，它们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身上都长有类似于刺猬一样的尖刺。除了皮毛上的尖刺，其外观与大多数的鼠类相似。这是一种小型哺乳动物，在野外主要以一些谷物和植物为食。这种刺鼠每当遇到天敌或者其他捕食者的时候，一旦被天敌咬住，它们就可以像壁虎那样直接断掉自己的一块身体部位，以此换取自身的安全。我们都知道，壁虎通常都是通过断掉自己的尾巴来换取逃脱时间，而这种刺鼠则会直接将自己被咬住的一大块皮肤扯掉，以此来保全性命。而且这个家伙即便有大片的皮肤组织被扯下，过一段时间后，它仍可以重新长出完整的新皮肤，包括毛囊、汗腺以及毛发和一些软骨组织。更强悍的是，这家伙的伤口恢复后几乎不会留下任何疤痕，恢复的会非常完美，并且这个家伙是迄今为止人类已知的唯一一种拥有这种能力的哺乳动物。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哺乳动物都不具备这种能力，也正是因此，非洲刺鼠对于医学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许有一天，人类也可能实现肢体断掉后重新长出的梦想。第8个，螃蟹。
螃蟹自断手臂的视频，相信很多领导都看过。它的这种行为主要就是出于保命。单看视频，相信很多人都会为螃蟹感到惋惜。毕竟断条胳膊对于绝大多数动物来说都是极其残忍的。但是请各位领导不要担心，你知道吗？螃蟹自断手臂之后，过一段时间就会重新长出一个新的手臂，而且与之前的并没有什么差异，功能也非常齐全。不仅是前端的2个大钳子可以再生，即便是用来移动的腿，外加上前面的钳子都断掉，它们也可以实现再生。不过想要实现这种再生能力，前提是要拥有足够的能量，也就是食物。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为螃蟹的体内提供足够的营养，那么它们也就无法再生自己失去的身体部位。也就是说，断掉4肢的螃蟹必须在合适的条件下才可以实现肢体再生。如果它栖身的水中缺氧或者光线过多时，也会影响到螃蟹的再生能力。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生活的一种石蟹，在当地如果捕获整只石蟹就是违法的。如果实在想吃，你可以将这种石蟹的爪子掰掉，然后将其身体放掉，仅吃掉它的大钳子却是合法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规定，主要就是出于螃蟹的再生能力，因为不吃它的身体，日后它仍能长出新的大钳子。对了，再有就是这种螃蟹的肢体，只有在保证连接身体的关节处完好无损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再生。如果关节处的薄膜受到损伤，不仅不能实现再生，而且它们的生存几率也会大大降低。第7个，墨西哥盾口螈。墨西哥盾口螈也被称为6角恐龙，这是一种生活在墨西哥的两栖类动物，是当地特有的物种。它们的体型不大，体长也就在30厘米左右。这个家伙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在于它们拥有极强的再生能力。之所以说极强，是因为这个家伙即便是部分大脑被截断，它仍能够在短时间内长出新的大脑，再生能力相当强悍。当然，它们的4肢、尾巴、眼睛、皮肤，包括肝脏器官都可以实现再生，而且不留疤痕。不仅如此，科学家将其他的外来器官移植到墨西哥盾口螈的身上之后，发现它们不仅可以自己修复受损的肢体，而且它们也可以很容易的接受其他外来移植器官，并且恢复这些外来器官的全部功能，包括眼睛和部分大脑，自我修复能力相当强悍。也正是因此，墨西哥盾口螈吸引到了很多科学家对其进行研究。人们主要就是想研究它们极强的再生能力，希望日后实现人体再生。好，第6个，海蛇尾。这是一种与海星很相似的棘皮动物，它们与海星是近亲。这个家伙即便全身被剁碎，仅剩下一条腿，它仍能完好的活下去。它们的种类有很多，在全世界有多达2000多种。这个家伙的移动速度要比海星快得多，它们动作非常灵敏，由于移动起来，它们的手臂会像蛇一样蜿蜒前行，因此被称为海蛇尾。这个物种的分布范围非常广泛，在全世界的海洋中均有分布，水深从几百米到6000多米的深海处都有可能出现它们的身影。海蛇尾最特别的一处就在于它们能够将自己的身体一分为2，椎间盘和手臂丢失的部分都会重新生长成一个新的个体。也就是说，从它们身上掉下的一个触手，这个触手就会逐渐的生长成一个崭新的海蛇尾。当然，它们也具备肢体截断后重新再生的能力，只不过这个家伙是截断的另一半肢体会变成一个新的个体，然后自身也可以重新生长出新的手臂。听起来可能有点绕，其实简单点理解，海蛇尾的这种现象就是无性繁殖。不过它们是通过分裂形式将自己一分为2，每只海蛇尾在1年之内就可以产生大约15个新个体。除此之外，这个家伙其实还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生物，它们在距今约5亿多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比我们人类要早得多。好，第5个，斑马鱼。这种鱼看上去平平无奇，貌似就是一种普通的观赏鱼，但实际上它是一种与人类基因非常接近的脊椎动物。你可能很难相信，这么一个小家伙，它的基因组中约有3万多个基因，数量与我们人类差不多，并且斑马鱼的许多基因与我们人类都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据科学家研究发现，这个家伙在分子水平上竟然有高达85%与人类相同，特别是它的心血管系统的早期发育现象以及体内肿瘤的出现情况都与人类极为相似。也正是因此，使得斑马鱼成为了人类研究疾病的最佳实验动物。这不研究不知道，一研究吓一跳。经过研究发现，斑马鱼在幼体阶段竟然有能力再生它们的心脏，它们的心脏在受损后仅需约2个月的时间就会完全再生，并且没有留下任何疤痕。这一发现对于人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要知道，斑马鱼与人类的相似之处有很多，它可以使心脏再生这一点，如果经过研究过后，一旦成功适用于人类，那对于心血管疾病来说将会是一个颠覆性的改变。好，第4个，蜥蜴。蜥蜴类动物可能是我们人类最多了解到的断尾再生的动物了。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壁虎，壁虎也属于蜥蜴的一种。每当它们遇到危险时，它们就会将自己的尾巴断掉，断掉的尾巴会掉在地上，像活物一样扭动，以此去分散捕食者的注意力，为自己换取逃生的时间。这种现象叫做自劫。其实除了壁虎科动物，像一些蛇蜥科、蜥蜴科以及石龙子科的蜥蜴都具备断尾再生的能力。断掉尾巴的蜥蜴虽然不会致命，但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失去尾巴后，蜥蜴的奔跑速度和攀爬能力以及平衡能力都会受到一定的削弱。不仅如此，在蜥蜴的尾巴中会储存着很多脂肪，
亡。失去尾巴后，对于蜥蜴来说也会失去自身的一些能量，因为有时候蜥蜴在找不到食物的时候，也会选择吃掉自己的尾巴。例如石龙子这种蜥蜴，有时候就会吃掉自己的尾巴，以获取其中储存的能量。更可怕的是，没了尾巴的雄性蜥蜴，在寻找配偶这件事情上，也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因为在蜥蜴的世界里，没有尾巴，它的吸引力与社会地位会大幅降低。所以说，并不是蜥蜴喜欢断尾，毕竟不到万不得已、生死攸关的时候，谁会拿自己对异性的吸引力开玩笑呢？好，第3个，蝾螈。你知道吗？蝾螈其实有很多种，但是生活在我们国家的蝾螈科动物就有多达23种，在全世界范围内共有多达77种不同种类的蝾螈，其中绝大多数的蝾螈都具备再生能力，它们也可以对自己的肢体、皮肤、器官以及大脑实现再生，而且是不留疤痕的再生。经过科学家研究发现，在蝾螈的体内有一种被称之为巨噬细胞的免疫细胞，这种细胞对蝾螈的再生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这种巨噬细胞被移除后，蝾螈便会失去再生能力，反而会从之前的不留疤痕形成了疤痕组织。如果可以将蝾螈这种形成新组织的过程反向工程到人体中，对于人类来说，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不老。不仅如此，要知道蝾螈不仅能够再生肢体，它们还可以再生体内的器官。正是由于其出色的再生能力，使得蝾螈这个物种成为了人类研究逆向工程的主要目标之一，渴望日后能够将蝾螈的这种极强的再生能力应用于人类身上。第2个，水螅。这个家伙在一定意义上，它们可以称得上是永生的物种。水螅是一种微型的多细胞无脊椎动物，它们原产于温带和热带地区，生活在淡水中，通常在一些水沟中的水草或者枯叶上就可以找到它们。这种生物的体型很小，它们的体长通常也就在几毫米，最长也就在3厘米左右。水螅还有另一个可怕的名字，被称为9头蛇。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称号，是因为水螅可以像西方神话里的9头蛇一样，它们的头部被切断了之后可以实现再生，而且水螅被切断的每一半身体部位都会重新实现再生，头可以生出脚，脚也可以生出头。如果从2头分别切开，中间的一部分将会同时生出头和脚，再生能力极强。不仅如此，更强悍的是，这家伙几乎可以实现长生不老。1988年，科学家在对水螅长达4年的研究后发现，在这期间，水螅几乎不会老化，而且它们的死亡率极低。在一定意义上，它们似乎拥有长生不老的能力。之所以说它长生不老，不仅是水螅的老化迹象不明显，主要就在其拥有能够不断分裂繁殖的干细胞，可以让自己无限的向外进行无性繁殖。好，第1个，涡虫。我们都知道，记忆是储存在我们的大脑里的，但是这一项定论对涡虫这种生物来说是不存在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涡虫这个物种，即便大脑被斩首，重新生长出来的新大脑仍然会保留着以前的记忆。这就是涡虫要比以上那些再生物种更强悍的原因之一。涡虫是一种3长目非寄生的扁虫，它们的体长从2毫米到10厘米不等。这个物种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很常见，它们通常都生活在一些咸水和淡水池塘的河流中，也有一部分是陆生的。涡虫是人类已知世界上再生能力最强的物种之一，它们的身体即便是被切成碎块，每一个碎块都可以实现再生，成为一个完整的生物体。据估计，一只涡虫即便是被切成279块，它们仍可以在短短的几周内，这些碎块就可以再生成为完整的涡虫，非常强悍。不仅如此，更强悍的是它们的记忆。据研究发现，涡虫的记忆可能并没有全部储存在大脑里，很有可能就储存在它们身体的其他部分中。1963年，一位科学家将一批训练过的涡虫磨成小块，然后喂给其他没有经过训练的涡虫，最终发现这些没有经过训练的涡虫在吃掉训练过的涡虫身体后，竟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它们的记忆。这表明涡虫的记忆似乎真的可以通过化学的方式进行转移。至于涡虫是怎么做到的，人类还尚不清楚。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